圆，由下到上，好，再到下，刚好是一圈。那么同时再向左去转腰的时候，左手臂走一个下弧线向外去蓬，顺势去转腰耸出啊，穿的是右掌，右手小指领进啊，小指微微领进向上去穿。那么咱这个穿不是直绷绷的向上去穿的，而是要走一个螺旋上穿啊，身体的左转，然后右掌螺旋上穿，在左斜上方的45度角啊，穿掌不能过身体的中线啊。什么是身体的中线？咱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是身体的中线啊？不知道的咱在公屏上啊扣一个1啊，不知道的同学咱扣一个1啊，咱知道的同学就不用打了啊，不知道的同学咱扣一个1。如果不知道的同学多，我给大家去讲一下什么是中线，在穿掌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过中线啊，给大家去讲一下啊。好，那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啊，左收右送，通过咱的腰的带动，把掌顺势的去上穿啊，不能过中线，其实就是咱们的鼻尖到咱们的肚脐这一条线。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这个扣子是斜的啊，是斜襟扣，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大家说我这是直扣啊。对，鼻尖到咱肚脐的这一条线就是我们身体的中线啊，身体中线。在穿掌的过程中啊，不能过中线呢，就是你拉过来以后啊，这个角度可能大家看不出来，老师你到底过中线了没啊？那么我转过来大家看一下，没有过我的鼻尖，没有过肚脐，这就叫没过中线。所以在转腰的时候，你的手时刻保持不能过你的鼻子啊，因为你在过来的时候啊，把你的右手啊卡到你的中线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第一，你看到没？出现了夹，腋下夹，夹腋夹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了被动式啊。所以我们在穿掌的时候，你看身体左转向上去穿，不能过身体中线。好，在逆铲打开啊，逆铲打开的时候是我们整个手臂在转，不是光翻掌，而是在大指向外去领进的时候，你的整个小臂都在向外去翻，都在向外去蓬。但是不能蓬过了。什么叫蓬过了？就是你的手，这就叫过了啊。所以咱们在练的过程中不能够蓬过了，蓬过了就起肩又架肘。所以在大拇指向外去领的时候，沉肩坠肘向外去蓬。好的，批了啊。好，向右再去转腰啊。我们在翻完掌了以后，向右转腰，领肩蓬肘，带掌根。然后带掌根什么意思呢？把我们的掌根向外去拨开，通过你的腰的转，看到没？腰转，手跟腰是一体的，所以在外蓬的时候，通过身体的右转把掌拨开，重心左移，双掌顺缠，左上右下啊，左上右下，两个掌心朝上，看到没有？两个掌心朝上，沉肩坠肘啊，不要这么外蓬了啊，沉下来。好，领膝去开步啊，重心移到咱们的左腿上了。那么我们领右膝去开步合小臂啊，开步合的是小臂，坐胯沉在支撑腿上啊。你在开步的一瞬间啊，在开步的一瞬间下沉啊。咱们在走的过程中，大家记住一点，在开步的时候就是1沉2蹬3铲。那么大家现在啊，先记住前2个就是我们1沉和2蹬，怎么去沉，怎么去蹬，支撑腿送它一下嘛啊。老师讲的太仔细太好了啊，那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咱都可以在公屏上扣个好，夸一下我，我可实夸了，一夸我讲的更有劲了啊，谢谢大家。好，领右膝的时候啊，支撑腿向下送一下，1沉，然后2蹬，脚跟内侧向外去蹬啊，这叫沉蹬合啊。咱们蹬完了以后，脚掌落地的时候，你看咱的重心要沉下来，它不能完全落在左腿上，知道了吧？不能出现一个顶膝的现象啊。所以咱们在开步的一瞬间落脚，重心变成啥？变成4、6分了啊。因为咱们在开步的时候是3、7分啊，是3、7分的力，在开步落地转为4、6分啊。在开的时候，因为什么？你看在开的时候，它一定这时候是形成一个3、7分，3、7分。所以在落完了以后，开步就落，转化成4、6分啊，4分力与6分力，支撑腿占的是6分力啊。不管哪个开步，左开步右开步也好啊，它一定是在支撑腿占的是6分力，
然后屈腿站的是4分力，向下去合。合的是小臂，走欲右先左，身体先左转的时候小螺旋转腰的时候合胯。那很多同学不知道什么是合胯，给大家再讲一下什么叫合胯咱每一个我们在教大家，老师在教大家，咱学招式动作的时候也是在教你学习基本功所以1乘2蹬3合不是1乘2蹬3铲3铲卿卿我我这个名字起的1乘2蹬3铲铲步明白不？铲出去的。所以咱们大家可以先不用忽略不是先不用去着急去做铲因为铲基本上是用于咱们的低架，咔嚓一步，这个步就下来了。所以咱们先1乘2蹬把我们的重心先放高一些，因为避免我们刚来的新同学、刚练习的新同学懒扎一可以这么说1乘2蹬3铲4合，这是懒扎一的加了个合。但是对于咱们所有的开步，就是1乘2蹬3铲，所有的开步都是这3点。沉，支撑腿送它一下，对不对？好，蹬，脚跟内侧向外去蹬蹬，然后铲，对不对？蹬铲我这地铲有点蹬不出去所以咱不管是左脚也好，右脚也好沉1乘2蹬3铲到位就这么简单大家就这么简单去理解非常简单。合手呢是咱懒扎一多了一个合手在1乘2蹬3铲的时候，是不是1乘2蹬3铲铲几下这个地毯的位置铲起来了相合相合，合住以后欲右先左合胯。那什么叫合胯了？往左转欲叫逢转必沉，逢沉必转，向左去转的时候合哪个胯？合左胯怎么去合呢？小腹内侧、大腿内侧去找贴的感觉，膝盖不要动。如果你的膝盖跟你的腰去转了，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合胯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找合的感觉的时候，是膝盖形成一个定膝，才能够更好的去合更好的去找合胯、松胯、坐胯，它一个道理把我们的小腹跟大腿内侧去找贴的感觉，膝盖不动，这时候你才能找到贴的感觉。但不要完全给我贴上去，去找这种感觉，不要去真贴上去了真贴上去就成什么样了？给大家做一下，它就成弓步了完全成弓步了所以我们再找一个松胯、坐胯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去找小腹内侧、大腿内侧去找贴的感觉。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左边的屁股向下去沉，它有个屁股往下去坐，那这就是松胯这么简单所以老师直播间不给大家去讲一些玄乎的抽象的一些东西很复杂的东西我在我这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大家简单化，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神化太极拳没那么深好，我们再去走的时候，把小腹内侧、大腿内侧去找贴的感觉，膝盖形成个定膝定膝不要动，合 OK， 这就到位了。它在合的一瞬间就是松胯的产生，坐胯松胯的产生叫欲右先左去合。好，合过来以后重心右移的时候记住一个点咱们一个小小的口诀叫做齐根在脚你在合胯的过程中，你的力沉在了脚底，所以齐根就在脚，行于腿，就是咱所说的移重心齐根在脚，行于腿，脚蹬，重心来到右腿上不要顶过了不要顶过了，咱们一定要慢，尤其是在移重心转腰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慢，不要快因为慢功才能出细活，所有的慢才能够练出更好的东西把脚去蹬地，重心向右移动，右手同时你看形成一个什么上捧下蹬，形成一个咱们上下的一个对称力重心向右去移动翻掌颈肩，这就是咱所说的颈肩重心右移颈肩。为什么叫颈肩呢？咱重心向右移去移动的时候你看到没？过来的什么？过来的是咱们的肩和背不是你的身体过来的，而是你的肩和背先过来的。再向右去转腰的时候，掌根向外去拨开，看到没？掌根向外去拨开，通过转腰
逢转必沉了，对不对？我们在沉的时候，膝盖要形成定膝，合的是右胯，小腹内侧、大腿内侧啊，去找合的感觉。拉过来，看到没？很明显，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转的时候啊，这个胯找合的感觉，合，看到没？它这个胯就往下去沉了啊，不是你的重心往下去沉，而是你的胯自然向下去沉啊，不要刻意的往下去做重心啊，记住啊，沉不是做啊，不要刻意往下去沉重心，往下去松胯的时候，小腹内侧、大腿内侧去贴的时候，你看，慢慢去相合，这时候你自然就做到一个松胯了啊，已经做到一个松胯了。然后将身体回正，右掌向右斜前方推出，左脚蹬地啊，右掌向右斜前方去推出的时候，力打咱们的掌根啊，力打掌根，中指自然上领，把右掌推出，看到没？推出，左掌心朝上啊，左手的掌心朝上，不要出现夹肘，就是这个手不要贴着你的这个去推。蓬开啊，把腋下自然的打开，推出，重心微偏咱们的右腿，所以左腿站的是3分力，左腿站错了，左腿站的是4分力，右腿站的是6分力啊，一定是4、6之分的力啊，4、6分力。好，来，同学们，我背面再教大家走一遍啊。今天你看我把懒扎衣给大家讲的更细致了一些啊，更细致一些，所以咱们新同学呢，跟着老师咱先慢慢一点一点的每个动作我给你去拆开揉碎了去教大家。咱们的老同学呢，是不是在我们的细节当中又学到了细节，对不对？所以咱们每节课都能够让咱们的新同学、老同学都有收获，都能够在从中啊学到东西，然后练到自己的身上啊。咱们很多老同学呢，跟着老师，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啊。那么咱新同学跟着老师，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啊。来，咱背面走一遍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左收，右送，左手画立圆，转腰穿掌，左斜前方，逆缠翻右掌，右转腰拨开，重心左移，双掌顺缠，掌心朝上，左手上右手下，领膝合胯开步，合手，欲右先左，右移重心翻掌，右转腰拨开。好，身体回正，坐胯下沉，右掌前推。好，重心呢沉在咱们的右腿上啊，右腿站的是6分力啊。对，出生在一个太极世家了啊。好，来，那么我们正面再教大家再走一遍啊，再走一遍。老师每天2场直播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走左收，右送啊。通过腰的带动，你看腰走1、2就送出去了啊，腰的左转和右转把它送出去的。好，再来一遍，走1、2、3，左手画一个立圆，向下，转腰穿掌送出，逆缠，右转腰拨开，重心左移，双掌顺缠，掌心朝上，左手上右手下，领膝开步，合小臂，欲右先左，右移重心翻掌，好，右转腰拉开，坐胯下沉，右掌前推啊，左脚蹬地啊，左脚蹬地，右掌前推，把臀部向下去做，右掌推出去，一定要把掌立起来啊，同学们啊，一定要把掌去立起来，不要让它塌在这儿啊。以气代形嘛，配合呼吸。咱们现在刚开始，大家不用去
讲究这么多，以气代形，这到后期了啊，除非是练了很多年有基础的同学们，是以气以内气去催动外形。那么咱们刚开始，现在大家来学习啊，不要去讲究太多的呼吸啊，你就算是里外形催动内气，你现在也会做到一个什么，在动作不太熟的情况下，你会造成一个憋气，因为你要记，你在练的过程中你还得去想，我到哪个动作该呼，到哪个动作该吸，是不是啊？开吸啊，气息合呼啊，先不要去讲究太多的啊，什么时候教第二段？咱们今天第一场，所以老师给大家把咱们的之前的动作啊，再去给大家去巩固一下，然后我们往后会继续往后学习新的招式动作啊。好了，再立圆再画圆，老师再立圆再画圆，对，左手和右送的时候，先半圆啊，先左手画一个立圆，然后再去外蓬画圆。再去外蓬画圆。好，来，那么我们现在学明白的，咱在公屏上扣上一个明白，然后扣上一个明白啊，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学习咱的第4式，叫右六风四臂啊，右六风四臂。好，来啊，没有问题，教啊，咱们大家现在接着往下学习，然后待会儿呢，我从第1式再带大家再走一遍啊。好，第4式叫右六风四臂，以身领手，身体左转加右转啊，去缠腕啊。什么叫缠腕？左手缠腕啊，咱们的右手旋腕啊，所以是以身去领手，身体左转带动你的手腕，右转刚好是形成了一圈啊，双手画圆是一圈，身体左转1、2、3啊，移重心的时候去接手进肩啊，接手进肩，把身体拉过来，再去转腰合胯，身体的左转去合胯上领。重心向右移动，蹬地移重心，翻掌，转腰拉开啊，然后再走啊。通过什么？这个都是我们的大小螺旋，移重心和移重心没有动腿嘛，看到没？从我们的旋腕、转腰和移重心，再转腰上领，再移重心外蓬，再转腰，移重心坐胯。托啊，坐胯上托，左手蓬雕，右手上托啊，这是咱们的雕托手啊，它不是一个定式动作啊，它不是一个定式动作。那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叫右六风四臂，左开，右移重心相合，合在胸口，右转腰。右转腰可以扣脚，咱也可以不扣脚啊，因为有同学老师用不用扣脚？可以不用扣脚啊。咱们在左转腰拉开的时候，右移重心相合，通过右转腰的时候，把你的腿带过去，左腿右转腰带，一步跟到位，一下跟过来啊，跟过来以后啊，臀部向后去做啊，千万不要向前去推啊，它是向斜下方去按掌的。但是咱们的腰背头顶啊，要保持虚灵顶劲，就给大家去讲的什么叫虚灵顶劲，咱的头发丝儿啊，像领了一根线向上去牵引着啊，这就叫虚灵顶劲。尾闾向下去沉啊，我们的尾闾向下去做，双掌向斜下方去按掌推出，五指轻轻抓地，因为你向后去做的时候，你的重心是微偏脚跟的。如果你的脚跟、脚掌、脚尖啊，你的脚趾不抠地的话啊，不轻轻抠地的话，你往后一坐，是不是就会站不住？所以咱五指要有一个轻轻的抠地啊，五指抠地，坐胯按掌，身体保持一个立身中正。我们掌该向斜下方去推出的，但身体不要跟着推啊。好的，冰姐。
好，来，那么跟着老师咱们再走一遍啊。主要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在学动作的时候，也是在练习基本功的啊。很多同学，老师，我们光学这个有没有基本功学习啊？当然有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在讲大小螺旋，这个劲应该怎么传过来的，腰应该怎么去转，胯应该怎么去沉，哎，这些动作啊，咱有动作的分解教学视频啊，咱想学习哪个动作，我都给大家都有拍有啊，都有拍有。你想学哪个动作，都可以单独的去给大家去发出去啊。咱还有第一段的完整的一个动作分解的教学视频都有。看不明白动作呀，先跟着我先看如何去移重心啊。咱尤其是刚过来的新同学啊，有点看不懂跟不上啊，是很正常的啊，多跟老师几节课啊。好，身体左转，指尖朝下，右转，掌心朝上啊，缠腕1、2，走，再来一遍啊！身体左转，指尖朝下，右转，掌心朝上啊。在我主页啊，完整的视频，接手移重心。那么移重心移的是哪？移的是脚啊。脚去蹬地，把重心蹬到左腿上来，而不是你移重心移的是腿啊，这个就轻飘飘的就过来了啊。所以我们在移重心的时候是通过你的脚去蹬，因为你的根是在脚，所以用脚去跟啊，脚去蹬地。先走移重心，蹬过来进肩啊。在移重心的时候，你过来的什么？过来的是肩和背。腰不要动，把你的转腰和移重心一定要区分开，不要在转腰移重心的过程中你的腰都在动啊，不可以啊。移重心就是蹬地移过来，转腰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合胯去转腰啊，转腰合。好，这时候我们在合住了以后，你的力是沉在脚下的啊，不是蓄在膝盖上。如果蓄在膝盖上不在脚上啊。哎呀，白薯玉米啊，给尹老师打招呼一次也不回。Hello， 你好，单独回一下你好不好？因为我在讲的过程中啊，有时候大家可能不是问问题的同学们啊，其实我都看到了，心理回复了，心理回复我都看到了啊。但是我在讲的过程中啊，我老是断的话，会有同学有意见啊，会有同学有意见。老师怎么老不教？老师跟人打招呼啊？所以我有些会有众口难调啊，给大家去讲的过程中又给大家打招呼啊。其实我也想啊，只要大家没意见，老师你老是打招呼，老师你讲到一半，对不对啊？所以我都看到了，每个同学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都看到了。好，转腰的时候去合胯向上去领啊，坐胯。好，重心右移的时候去蹬左脚，右移重心。逆缠去打开，也就让大指去领进去横，形成咱的上下的一个对拉力啊。只有你在上蓬蹬过来，肩背过来，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称的力啊，不是你翻掌重心就过来了啊，一定要给它手蓬出去，力点在这儿啊，力点在我们的掌根啊。对的，汤姆。好，向右去转腰的时候，合的是右胯，逢转必沉，逢沉必转，去合啊。合的时候，咱膝盖不能去转，因为很容易在转腰的时候，你的膝盖也在动啊，不要去动膝，把膝盖定住，去合胯转腰。好，再通过重心的左移进肩，坐胯将身体回正，身体左转的时候回正。左手蓬，右手托啊，左手向上去蓬雕，手背手腕向上去拎，向外去蓬啊。咱的左手的是手背打开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型，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手型怎么握啊，咱自然的把五指啊，把虎口打开，然后向上去雕啊。为什么叫雕托手？这个手其实它是用来拿手腕的啊，拿手腕然后向上去雕。这种感觉啊，向上去雕了。为什么叫雕托手？一个是拧手腕向上，然后呢，一个是托肘啊，一个是拧手腕，一个是托肘，它是一个擒拿的一个动作，所以叫雕托手。这个手一定是小指领进，哎，向上去雕，向外去蓬，右掌呢向上去托，
它是一体的，而不是你的手掉到这儿了，这个手再去起来啊，它是一体的。你在拿对方的时候啊，你的手去拿的时候，这个手是不是不能停啊？你不能这个拿住了，这个手再去嘣儿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是一体的，在移重心的时候，左手小指领劲，右手同样也是，你看，哇，两个手都是小指领劲向上去横雕，一个去托啊，横雕上托。这个是非常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轻一点啊，有功夫的轻一点啊，不要给对方给拿脱了向上去横雕上托。好，